大家好，我是九霄。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中微子的应用。这期视频开始前，我需要先声明，期望此时此刻就能从基础研究中直接获益，基本是不可能的。这些研究的意义在于突破我们对世界认知的边界，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也不知道它可能有什么用处。你可以把基础物理想象成试图找到一个上锁房间的钥匙，至于这个房间里有什么以及有啥用，都是未知的。当然，中微子也不例外。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只有我们对中微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学会了如何利用它们，它才有可能变得有用。当然，在科学领域，中微子现在已经很有用了。由于中微子质量小且不带电荷，所以它与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微弱，因此具有巨大的穿透力。例如，中微子在水中的平均自由路径约为100光年，也就是说，即使是面对恒星或行星这样的大质量天体，中微子流也能几乎毫无损耗地穿过，并携带着我们完全无法观测到的天体信息。例如，我们通过分析中微子流获得几乎所有信息的区域就是太阳的内核。太阳产生光和热量的反应就发生在这里，但太阳核心被数十万千米厚的等离子体所遮挡，而普通的观测手段显然无法穿透这个厚厚的屏障。如果不是这些核反应中产生的大量中微子，我们几乎找不到理解那里发生的过程的方法。尽管我们目前探测中微子的能力极为有限，最多只能从数万亿个中微子中捕捉到一个，但这也足以让我们了解太阳内核的过程，例如确定正在发生的核反应的确切类型及其强度。未来通过改进中微子探测方法，我们将会收集到更多有关太阳内核的信息。另一个无法直接观测的区域是地球内部，在这里有许多贝塔放射性同位素，这种衰变会发射中微子，所以通过分析这些中微子流，我们可以确定地球内部存在哪些贝塔放射性同位素，从而更准确地了解地幔和地核的结构和化学成分。最后，天文学家还提出，中微子是研究宇宙遥远区域的一种全新方法，例如超新星。在这个过程中，恒星的引力坍缩会导致一个所谓的中子化过程，即恒星原子核中的质子吸收电子转化为中子，并释放出大量的中微子。具体来说，超新星释放出的能量有90%以上都被中微子带走了。也就是说，通过中微子流观测超新星时，其亮度是传统电磁辐射观测的10倍左右。所以，通过研究中微子流，我们可以探测到更远处的超新星，以及那些在光学窗口被银河系主体遮挡的超新星。毕竟，对于中微子来说，穿越这些区域太简单了。以上这些便是目前建设的各种中微子望远镜的主要任务。当然，中微子在未来可能会有更多实际的应用，因为中微子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穿过任何物体，所以利用中微子进行通信就会很方便。即利用中微子流作为信号源的中微子发射器，可以轻松地将信号发送到地球的另一端。这个过程并不需要漫长的通信电缆或卫星，所以这种通信系统可以摆脱中继卫星，用来联系其他天体另一面的航天器。尽管这项技术现在看来似乎意义不大，但在太空时代到来时，它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至于如何让中微子通信有效工作，首先我们需要创造出具有非常具体特征且聚焦良好的中微子束。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有解决方案了，不过这个方法极为昂贵和复杂。简单来说，产生中微子束最常见的方法是用在带电粒子加速器中加速到近光速的质子、轰击石墨等材料制成的靶子，从而产生缪子中微子。当这些质子撞击目标时，它们的动能会凝结成各种粒子。这其中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带电的 K 介子和派介子。由于这些粒子带有电荷，所以我们可以利用电磁场来操控它们，例如通过电磁场来集中一束带正电的 K 介子和派介子，同时分散一束带负电的 K 介子和派介子，反之亦然。之后经过约几亿分之一秒，这些粒子就会衰变。如果是带负电的介子，则会衰变成一个缪子和一个反缪子中微子；如果是带正电的介子，则会衰变成一个反缪子和一个缪子中微子。实验表明，如果 K 介子和派介子的运动速度极快，那么产生的中微子和缪子的运动方向也会与产生它们的粒子大致相同。它们的速度越快，光束就越集中。接下来的任务是清除缪子，方法是让粒子束穿过一些固体材料。不过有一些科学家认为我们不应该去除缪子，因为它们可以被更有效地用于制造中微子束。由于缪子也会在大约200万分之一秒后发生衰变，
衰变产物是我们熟悉的电子和两个中微子，具体来说是一个缪子中微子和一个反电子中微子。由于缪子的寿命比 K 介子和派介子长，因此更容易处理。例如，可以把它们放到另一个加速器中，在那里被电磁场进一步加速到近光速，进而产生具有极高动能且高度集中的中微子束。